这上午啊来了一个姐们儿要找对象啊，97年，今年25岁，身高有168，体重100斤左右吧，长相6分，近视有点严重啊，将近1000度，重点211大学硕士研究生，大学刚毕业几个月啊，目前正在找工作。父母呢都是4线城市的体制公务员，她呢是独生女啊，家里房子啊3、4套。她一进门啊，张口就跟我说呀，自己啊是优质资源啊，需要找优质的男士。我问她，我说你想找什么样的？她说啊，男士必须211本科以上学历，公务员最好，独生子，父母体制内啊，或者是有稳定工作，年收入达到20万以上的，无养老压力，有全款婚房。哎呀，听到这儿，我深深感觉啊，现在当爹妈也不容易啊，儿子找对象吧，儿媳对老两口还得有个要求。接着姑娘说呀，自己是独立女性，可以不要求房子加名，不要求彩礼。如果举办婚礼啊，费用两家可以平摊，门当户对啊，这谁也不欠着谁。哎，你听着感觉是很好啊，但是人家要求啊，必须签一份婚前协议，一共就2条。这第一条啊，就是男女双方啊都不可以出轨，如果任何一方出轨的话，必须净身出户，婚房留给另一方。这第2条啊，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奇怪啊。她生育之后啊，男方需要支付40万的生育补偿，这个钱呢是根据男方2年工资所得支付。若以后2人离婚呢，这笔钱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孩子呀归男方抚养。说完之后啊，他还问了我一句啊，姐，我这要求过分吗？好找对象吗？哎呀，好不好找啊？我先不说，这要求是着实把我吓一跳啊。说实话，前面那些要求啊，我还能扶着墙啊坚持一会儿。听到最后的生育补偿啊，哎呀，我是直接没坚持住啊，给我整笑了呀。勾直耳邪，你不要房子，不要彩礼，婚后跟男方扯40万的生育补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电线杆上的重金求子广告呢。他听完就特别着急跟我解释说呀，哎呀，我不是一个贪物质的人，只要不离婚呢，这钱啊在谁那都一样。如果离婚呢，他会把这40万在孩子成年后啊一次性给他。你看看人家这算盘打的那叮当响啊，养娃那是长期花费，孩子未必啊感觉到父亲的不容易。等孩子成年了，哎呀，你这几十万咚的一下砸过来了，好了，娃感动了，他的后续价值你又开始参与分配了。这钱光这10几年的利息吧，要是多生几个呀，靠利息都能实现财富自由了。他听完就一直反驳我呀，强调自己啊并不是想要钱，自己也是独立女性。这个婚前协议啊，只是担心啊男人出轨，担心离婚。如果他不出轨啊，这房子还是他的吗？不离婚呢，那40万呢还是夫妻财产。你看看你现在连个结婚对象都没有呢，就开始算计生孩子能给多少，还有离婚怎么能让自己不赔本？有些话呀挂嘴上说多了呀，假的都会变真的。再抛开这个协议不说，回到一开始的择偶要求，211本科毕业，父母年收入20万以上，有全款房，在体制上班的公务员，干嘛要娶在家待业的你呢？事儿还这么多，对吧？找对象就跟做人一样，务实一点，让对方先看到你的闪光点，才有可能和你相处下去。如果你一味的按照这个要求来找啊，猴年马月能找到，再加上这个协议啊，可能下辈子都得打光棍了。昨傍晚有一个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啊，她闺蜜和她一起来的，94年硕士研究生，在药企做研发，年薪15万左右啊，身高165，这个身材好，长相也很清秀啊，母胎单身多年。她闺蜜呢跟她是同岁，个子不高，打扮很洋气啊，有一个暴发户的男朋友。她是陪着这姑娘一起过来看看这个对象的质量啊。那家伙这闺蜜啊嘴碎到的呀，一上来先是把这姑娘是一顿吹捧啊，说她人好条件好长得也好，一定要找一个条件好的。哎呀，给人感觉啊确实是一个好闺蜜的形象，夸的那姑娘也是害羞的呀，不好意思抬头。我问这姑娘呀择偶要求，她说呀这工作稳定，有房子啊，最重要是人品要好。她这话还没说完呀，那闺蜜啊赶紧插话说呀，哎呀一定要找有钱的，你看我对象啊一年赚个30多万，我过得多舒服呀。这找对象呀，男人年薪啊至少要20万以上，房子啊还得没有贷款。听完呢，我就深深的替这闺蜜的男友担心啊，完了啊，这是遇着个吸血鬼了，血都要榨干了呀。这姑娘听完闺蜜的话呢，就有些不太赞同啊，就摆摆手说呀，这年薪20万呀，要求太高了，我不希望我的婚姻啊太物质，如果只图钱没感情的话，那我也不想结这个婚了。这闺蜜一听啊，就劝她呀，哎呀，结婚呢，感情不重要，钱才是王道啊！你听我的没有错，我呀都是为了你好。哎呀，说实话呀，这闺蜜的三观啊都是歪的，我是一点都不喜欢她。但是姑娘自身条件啊、性格、脾气啊等等，我觉得啊都挺好，我是愿意给她找找的。我问她，我说有个男士啊，本科毕业就自己创业了，开餐饮店的，一年20多万，小伙子很努力，就是家庭条件一般一些，父母务农啊，有个弟弟妹妹还在上学，你愿不愿意认识一下？这姑娘听了就问我这个人品怎样？她闺蜜听了呀，就赶紧打断这姑娘，哎呀，这家里条件太差了啊，农村的还有弟妹，
哎呀，干餐饮又不是开公司的，说黄就黄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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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听得我真的是很恼火呀。然后我又想到了一位男士啊，90年985本科毕业的，这父母做生意，家里条件确实不错。男士呢自己还开了一家小公司，一年30-50万也不成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个男士长得还挺好啊，175的个子，脸面还挺合女人眼缘。那他的择偶要求这个姑娘也挺符合的，小3岁，学历高这个母胎单身重点考虑。越说我又觉得他跟这姑娘都挺合适。这姑娘听了也很开心但是又担心自己有点配不上人家男士。谁知这个时候这闺蜜反转了呀，站出来就直接反对说这个男的30多岁了还没结婚肯定是个渣男。转身就劝这个姑娘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这种男的多数都是人品不好的，你想想条件这么好，人品好的话不早就结婚了吗？我觉得这男的不行还是刚才那个男的靠谱一些，虽然家里条件差，但是这人踏实有上进心你可以认识一下。这波操作直接是把我干懵了呀。这闺蜜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一眼就看穿了，真的是不招人待见好在呢这姑娘坚持要认识一下，联系男士那边人家也很满意说可以安排见个面。这结果一出来把那闺蜜急得也跟猴一样直蹦高和这姑娘说，哎呀你不懂这男的真的不合适你，你要去见就浪费感情了，我都是为你好。听得我真的是特别想怼这个绿茶闺蜜你是安的什么心但是被我这个王八兄弟们给劝住了。果真应了那句我希望你过得好，但是你不能过得比我好。这为什么有些人见不得自己的闺蜜嫁得好？这城东的乞丐只会嫉妒城西的乞丐地理位置好，每天乞讨的金额也比他多，却从来都不会嫉妒他的施舍者，反而会羡慕施舍者富有的生活，因为他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选择跟谁一个圈子真的很重要。从这一点这个姑娘她就选错人做闺蜜了。姑娘们选闺蜜选朋友眼睛擦亮一点，选和自己一个圈子的人。你看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从来不攀比反而是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许愿池的门给看好，这才是他们共有的圈子呀。如果谁敢小刺歪歪不好好看门就给踢出去。大家觉得这闺蜜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此刻我的心情是极度不稳现在好多人找对象那简直是要疯了呀。上午有一位84年的姑娘，今年是38岁，来找对象，本科学历，事业单位上班，身高在160左右吧，身材蛮好的，这长相哎呀我就不评价了自己猜。重点是择偶要求。这刚一进门包包一放坐在那儿，一股港台腔就来了你好姐姐，我呢是想要找对象那一瞬间咱不说别的，你还比我大呢，就这声音我一个女的可都受不了。这男人听的都得发酥我一看人家这么温柔那咱也得柔一点哎呀，可惜我这嗓子天生就不大好听你好，请问你想找什么样子呢？姑娘一听跟我说我现在是事业单位工作，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家庭条件优秀，我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我一听老铁没毛病门当户对这个咱都理解。我问他具体的择偶要求是什么，他说本地人，房子全款不低于140平，洋房别墅的优先考虑，车子不能低于奔驰宝马等品牌年薪不能低于50万，薪资高者优先考虑。哎呀，听得我的是目瞪口呆我说姑娘，你要找的这个男士好像跟你不是门当户对的吧？他说我爸妈都是公务员，我也是事业单位的，我们家有2套房子条件很好呀。听完呢，我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说我说是这样相亲市场上你要竞争的是同性，那你这个条件的男人能不能在相亲市场留下咱先不说，这就算有那一定是很多女人都想要的呀。他说我又没有要求他其他的，我只要这个人有能力，年收入高就可以了。我说哎好，有一个男士呢是79年的离异，条件挺好，带个孩子，你愿不愿意认识一下？他说那有孩子不行，我还是未婚嘞。那有个80年的男士做买卖的，早起晚归就摆摊嘛能吃苦，一年能赚个几十万，你考虑不？他说不行，年龄这么大了，工作环境还这么差，我是事业单位的。我说那有一个男士是和你同龄的84年的，自己开车行的，赚的也挺多，但是个子不是很高，有160左右，还有点胖，这个外形不太合眼缘，所以一直不太好找。他一听我这个人对个子矮的长得丑的都没太有感觉，难道就没有优质一些的吗？我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什么是优质的呀？他说年薪50万以上，房子没有贷款，开公司的或做大买卖的老板，身高175以上，长得有眼缘。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情商要高一点明事理要孝顺的。听到这儿我是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呀。
我给你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啊。大姐，你要求不止多还高，你现在这个年龄啊，必须要认清楚自己，人家年薪50万的，干嘛要找你呢？找个年轻的事不那么多的不好吗？他听了就极度不愿意啊，跟我又强调了一遍啊，自己是事业编，这个父母都是公务员等等。我说你这要求啊，我肯定是帮不到你，你再耽误下去啊，就要40了，更难找了。你要是信我啊，听我一句劝，你要么年龄别卡的这么死，对吧？也别要求人家离异不离异的了，你把年龄啊放宽到50岁，我还能给你看看。他一听就很激动的跟我说啊，我才30岁啊，要找一个50岁老头吗？你搞错了吧？我忍了一下啊，我说那你啊年收入就别要求这么高了，50万多少人能达到啊？他接着说啊，如果一个男人一年赚不到50万的话，连我的生活费都负担不起。我一听啥？你还有生活费？他说自己啊一个月工资5000多点，按照现在这个物价，没个万了8千啊，根本活不下去。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的意思是你要找个有车有房、年收入50万以上的男人，还得每个月给你额外1万块钱的生活费吗？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对呀，不然我嫁给他干嘛呢？疯了，实在是忍不住了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你找对象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呀！姊妹儿，快40的人了，还挑3拣4，这儿也要那儿也要，再挑下去啊，都要停水停电了呀！84年的法拉利，它外表再怎么新，它发动机也快漏油了呀！这姑娘听完啊，拿起包就走啊！临走还跟我说呀：“你这边资源没有就说没有，别扯什么我要求高，我要去别人家。”看着她离开呀，我心里还真是有点难过。在相亲市场上认识不清啊，真的会害了一个人的。我跟你们说呀，狗血往往是来源于生活的，你们不要不信啊。这生活可比那电视剧精彩的多。曾经我也很单纯啊，看到电视剧我都觉得，哎呀，这讲的太离谱了吧。自从做了婚恋这个行业，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之后啊，咨询过各种电视剧都不敢拍的故事啊，我才知道啊，生活啊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有一位男士联系我呀，87年的，毕业之后就去了深圳打工。好在呢，这个人呢是能吃苦也能受累，脑袋也聪明。做生意这几年啊，攒了几百万，交了首付，买了房子，也买上了个奔驰车。想着呀，人生基本都稳定了，那就图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吧。去年呢，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啊，92年的，身高在不算高啊，155左右。长相呢，这男士说呀，不算他很有眼缘的类型，在私企啊是做策划的，这个外地人啊，年薪啊在深圳本地啊是10万左右。两人第一次见面吃饭呀，这姑娘就主动啊给男士夹菜，关心他呀工作累不累。说话呢也是积极互动，带动话题啊。吃完饭呢还积极的去付钱，说话有礼貌，做事是大体啊，就是情商很高啊，比较会拿捏男人的心理。男士回忆起刚认识的时候啊，确实被他的热情和主动啊带动起来了。因为自己一直工作嘛，也曾经因为没有房子赚得少，被其他姑娘冷眼相待过。他又觉得这个姑娘人真的很好啊，就有些心动。在后面1个多月的相处啊，这姑娘就特别的主动热情。亲自啊上门给他做饭，给男士啊收拾房间。这个男士心里也特别满足嘛，觉得有这么一个明事理啊，就又懂事的姑娘照顾自己啊，一辈子啊，真的值了。就这样呢，两人很快啊就确认恋爱关系。6月份呢，很快见了双方父母，9月份就定了亲，领了结婚证，彩礼啊给了女方20万加一套深圳的单身公寓。这准备啊明年3月份啊春暖花开的时候结婚。原本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故事啊，但是没成想啊。这个月初呢，男士啊就帮这个女士拿包啊，无意之间在包里呢发现医院的记录本。虽然医生的字体啊属于暗码啊，一般人看不懂，但是他看到了生育1个的字，他就找到学医的同学问呢，才知道女方生过孩子。那一瞬间他就觉得自己呢是天旋地转的，不敢相信电视剧里才有的故事怎么就上自己身上了呢？他去找这个姑娘确认啊，最后人家姑娘就哭着跟他解释说呀，自己确实跟前任生了一个男孩，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没有办法才分手。孩子呢，也是因为啊自己啊能力差，养不起啊，才给男方的。总之啊，就是未婚生子啊，他是被迫的，不是故意的。然后梨花带雨啊，又说着自己的委屈不容易，是一名受害者，说自己啊离不开男士，说孩子啊他以后也不会再联系了，我们以后啊还可以生个孩子啊等等，以后啊都会很幸福的。这男士啊听着他就心软了呀，觉得这姑娘哎呀也不容易，可自己又不想去当后爸。因为以他的条件呀，完全可以找个未婚的组建家庭生个孩子。最后这个姑娘呀是主动啊搬出男士家，说如果离婚的话，彩礼钱全退啊，也不会为难你。听到这儿啊，男士都特别痛苦啊，觉得好不容易走到现在，两人都领了结婚证，离了那都是2婚了呀，要不就这么过下去吧。可他心里啊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哎呀，说实话，听他在电话里啊嚎啕大哭，我真的是有些于心不忍。
但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啊，有孩子本身啊不是问题，隐瞒才是问题。为什么相亲的时候不说，结婚前不说，不发现你不说？因为他觉得说出来啊，男士肯定不会同意，肯定不会和他在一起啊。以他未婚生子的身份，找离异的不甘心，找条件好的未婚的找不到。从一开始啊，这就是一个圈套，这就是一个算计。东窗事发，打着爱的旗号，后言哭自己是受害者，真的是可怜又可恨呐。对男士来说，新婚1个月莫名当了后爸，让谁摊上都觉得是一只苍蝇进了喉咙里啊。大家觉得如果是你遇到这个事情，你会怎么办？最后奉劝那些有类似情况的男女们，不要想着试图去隐瞒，尤其想着隐瞒到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之后再告诉，甚至是到结婚，到了有孩子，拿感情当筹码，这种做法呀，既蠢既笨，一点都不高明，最终啊会害人害己。今天火气有点大啊，现在我都没下班呢。这下午就有个姑娘找我吐槽啊，跟我说呀，自己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哎，原本还是个好事吧，但是她跟你说呀，她要嫁的这个男人啊，他有生理性厌恶，这婚还能结吧？大家可能不了解啊，什么是生理性厌恶？简单点说啊，就是人群当中啊，看了你一眼，我就觉得那生理就自然而然就反胃恶心啊，讨厌到极点了。这个姑娘今年32岁啊，大专学历，是一名私企会计。早几年25、26岁的时候也谈过恋爱，当时就觉得自己还小，不愿意结婚。这后来年龄大了去相亲啊，有眼缘的不喜欢他，哎，喜欢他了他又不喜欢，就这么一晃到了30多岁，家里人呢也跟着特别着急啊，就轮番去劝他呀，不要再挑了，找个条件好的、物质好的就行。他自己呢想想，哎呀，也觉得啊不应该再挑了，应该早点结婚。就这样呢，今年2月份的时候，家里啊托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位男士啊，36岁，硕士研究生，身高啊确实是有明显的短板啊，165左右。这个外形呢，这个姑娘的形容啊，就是身材非常瘦小，感觉是完全没有力量感，而且发际线呀后移很明显，就是有点脱发嘛。整个人的气质啊是完全没有男性吸引力，看着就很猥琐。我说的这个形容词啊还都是很委婉的哈，他当时跟我说那个形容啊，那是特别的不堪呐。听完我就问他，我说既然都这么不喜欢人家了，干嘛要结婚呢？他说呀，对方素质还可以，也算彬彬有礼，学历、硕士和经济水平都挺好，一年30多万，有车有房，还没有贷款，具备结婚的基础条件。接着又跟我说呀，自己再耗下去啊，这年龄啊越来越大，可能连这种经济适用男啊都不好找了。就这样呢，两人在认识半年之后啊就定了亲。这不定亲啊还好一些，这一定亲啊，这姑娘是越来越讨厌这个男士啊。这男士偶尔在微信上发些亲密的话，这姑娘就觉得特别的恶心，还要忍着这种恶心来回应啊，装作开心，感觉自己啊和他聊天啊都是被动的在完成任务。那这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他跟我说呀，自己啊这种厌恶感啊是越来越强烈，不愿意跟他有亲密的接触，更不想生带有他这种基因的后代，甚至看到他的脸，听到他的声音啊，乃至啊他碰过的东西，他都觉得十分的恶心。你看看都把这姑娘给逼成啥样了。他说自己明明很讨厌，还要装出啊懂事善解人意的样子，自己就觉得特别委屈啊。可是又担心啊，如果分手之后啊，他就嫁不出去了，每天都很纠结啊。最后他问我呀，要不要嫁给这个男士？听完我也火大呀，你这是作践了自己，糟蹋了别人呢。一瓶82年的拉菲，竟让你这不识好歹的老粗流瓶子给喝了，上辈子是该你的还欠你了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对别人挑三拣四、吆五喝六的，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呢？不喜欢就痛快点啊，别霍霍了别人，糟践了自己，整的那不情愿的样，该你的还欠你的，赶紧分。我这是没有那拉菲的电话，我要是能联系上呀，骂我也得给他骂醒了，眼睛长钉上去了，当钉眼了吗？有一位95年的姑娘，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家里给她介绍一位男士。这两人见面之后啊，男士就非常喜欢她，但是这姑娘就没太有感觉嘛。于是这个男士啊就开始啊追求这个姑娘，追了3个多月啊，表白被拒，理由是啊发展太快了，可以先做朋友。这追了半年之后啊，表白又被拒绝了，理由是啊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让男士啊等他到年底啊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于是啊这个男士就死心塌地又开始追了。突然呢有一天啊，这女士给男士发信息啊，发现啊对方不回了，打电话也不接了，这可把姑娘给急的呀，过来找我啊。他给了我他们最近啊3天的聊天内容啊，让我给他了断案。这给他解答之后啊，人姑娘就同意公开啊这个聊天记录。大家也来听听啊，为什么男士会突然之间失联？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倒数第3天，早晨起来7点多啊，男士发消息啊，我给你买了鸡蛋饼，放在你单位啊门卫那里了。8点半的时候，女士回复说呀，拿到了。这下午3点多啊，男士说啊，下班我去接你吃饭吧，我们去吃海鲜。
女士回复说呀，不去了，我闺蜜啊孩子满月，我得去看看。男士说啊，好吧，那我给你准备点东西，你带着吧。你这人啊总是粗心大意，不会选东西。女士回复说啊，行，那你快点，我7点就得过去。下午6点半，男士就发消息啊，我在你办公室楼下了，东西我都给你买好了，你下来拿吧。女士回复说呀，我还有点事情，你放门卫那里吧。最后男士回复，那我给你放门卫吧，一个婴儿玩具，还有2盒阿胶糕，还有1盒补气血的，一共是4个，你别落下了。人家女士呢一直没有回复啊，直到晚上9点多，男士发信息问你回来了吗？女士没回。9点半啊，男士打了2个语音电话，都被女士给拒绝了。10点多，男士发消息问还没回家吗？女士回复说呀，我回来了，晚上人多热闹，我忘了给你回电话了。男士回复说，哦，那你早点休息吧。这倒数第2天啊，早晨起来8点半，女士就发信息给这男士啊，你没给我买早餐吗？门卫那边没有。中午11点，男士啊就回复说啊，早上出门啊跟别人撞车了，保险公司啊处理完都快10点了，我就没来得及。女士回复说啊，下次你得跟我说一下，我自己买上，害得我饿了一上午。男士回复啊，下午3点，这个男士发信息给这个女士说呀，我心情不好。女士一直没回复。晚上9点多啊，男士发信息问女士睡了吗？这姑娘说啊，刚躺下在敷面膜。男士问她，你觉得我适合你吗？这个女士回复啊，适合呀。男士说，我喜欢你，我愿意对你好，但是我也希望有人对我好。女士就反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男士回复啊，没事儿，你早点睡吧，明天早晨我去给你买豆腐脑。女士就回了一句啊，好，别给我放辣椒。这最后一天啊，男士早晨起来8点钟发信息啊，今早啊买晚了，就1个饼了，我给你放下了，我还没吃饭呢。女士回复了一句啊，好，我知道了。这下午啊3点，男士发信息说呀，我爸摔着住院了，我得回去啊照顾他几天。女士没有回复，直到晚上9点钟，女士问男士，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男士也没有回。第2天一早，女士又发信息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男士还没有回。这第3天呀，女士又打了7个语音电话，男士都没有接。她看到男士的朋友圈也在更新啊，显示已经回来了，就是不回复他。他就问我这到底是怎么了？那我就想问问大家啊，你们觉得这到底是怎么了？姐妹儿，人家追你的时候辛苦巴拉，费尽心思哄你开心啊，饭都天天恨不得给你送嘴上，结果你还趾高气昂，把头一扭，连个笑脸都不露。让你啊同不同意尽快给个话，你还不愿意了。他自愿追我的，又不是我逼的，结果人家不傻了吧？做的备胎做不开心吗？那就放弃好了。你还不愿意了，骂人家渣男，对你啊果然不是真爱。你开始难过了，这毕竟啊少了一个随传随到的主。要是真不喜欢呀，咱就直接果断一点，干脆利落的拒绝他，明确的跟他说呀，别追了，我对你没感觉，咱俩不可能。如果你对他已有好感呢，那就给别人一点温暖的回应，或者是暧昧的提示，在合适的时机两人就确认关系，好好的谈谈恋爱。这才是一个好姑娘面对追求者应有的态度。若爱请及时同意，不爱请趁早拒绝。拿出你的态度，你的人生才会有高度，你的爱情才会有温度。哎呀，今天发生这么个事儿啊！今天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这胳膊一撸，哎呀妈呀，吓我一大跳。左青龙右白虎，青龙盖白虎，代代有文武；白虎盖青龙，那是代代有人穷啊！那一大膀子的花臂，吓得我以为来找我讨债来的。她今年28岁做化妆品销售的，身材很好，也会打扮，而且很漂亮。她说自己年轻不懂事，胳膊上纹的是前男友的头像。真的，我看了那半个手臂密密麻麻的。那个前男友的头发还挺长，光那个头发都占了一大半。我看他那个手腕上还纹的几个字母写的这个 CDF， 我还以为怎么地纹了个臭豆腐。他说那是前男友的名字我立马就反思了自己是我有点肤浅了。看完呢，我就很好奇的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纹身呢？而且还这么大面积的。他说呀，当时两人感情特别好，觉得一辈子非他不嫁了，他呢也非我不娶。这纹身呢是两个人出去旅游遇到了纹身店。男友呢就提出两人就纹彼此的头像去纪念爱情。谁知呢这两人旅游回来就不停的吵架次数也越来越多彼此脾气都很硬，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的。最后呢彼此都觉得哎呀心累了，就提出了分手。当时年轻不懂事根本就不知道后果是什么。这分手之后家里就给他介绍过不少的相亲对象，但是对方都因为他有纹身这个事情给拒绝了。那父母也因为这个纹身去骂他。他自己也很委屈也担心自己年龄大了找不着对象。我问他，我说这个纹身不是可以去掉吗？他说去不掉，纹的面积太多了，去掉会很疼，而且还留疤。看着他满满的这个手臂上面
说实话，我是有点心疼的。我跟他说，我说现实情况，你有纹身确实很不好找对象。那不管你这个起因是什么，大多数男人啊都不会容易接受。说到这儿，他就很生气的问我呀，难道我有纹身就是坏人吗？我就不配谈感情了吗？听完之后呀，我就问他，我说我这边呢有一位男士啊，今年30岁，自己开了2家店，生意做的呀一直都不错，一年有20万左右，个子不算高啊，有170，但是这个后背和胳膊上都有纹身，而且还有前女友的名字，你愿意认识一下吗？他说我不想认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啊已经是有纹身了，他有纹身，那出门的话别人会笑话我们的。你看你自己都不接受，为什么要让别人接受你呢？确实纹不纹身呢是你的自由，男人不干涉。但是啊，选不选纹身女人做女朋友那是男人的自由，女人呢也别抱怨。大家都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总归是需要承受社会的目光。那不顾一切奔向爱情这种事情，那骗骗小孩子就可以了。曾经有一位男士啊，相亲遇到了一位就胳膊上和这个腿上都是纹身的姑娘。他说呀，我并不讨厌纹身的人，只是不想和一个可能有很多故事的人啊在一起过一辈子。我也曾遇到过一位男士啊，就是满臂整个胳膊都是纹身的。最有意思的是啊，他找的女朋友很多都有纹身，但是他在选结婚对象的时候，坚决不要有纹身的。很多人眼里啊，这种男人很双标啊，不要脸，自己纹的跟个斑马似的啊，还舔着脸要求对方没有纹身。但是你不服也没有用啊，步入婚姻殿堂，你总归是要面临现实的问题。纹身的呀，确实有很多都是好人啊，但明明呢是能规避的风险，为啥非要给自己找不自在呢？尤其是情侣纹身啊，一定要慎重，法律都拴不住一辈子，你还指望那玩意儿？真有一天啊，你俩拉倒了，一人一个臭豆腐，下一任咋接受？看着都觉得尴尬。所以真心劝那些还在热恋当中的情侣们啊，做事别冲动，考虑清楚啊再纹身，尤其是大面积的。最后说一句求生欲极强的话啊，纹身店老板你别打我。